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瑞典军方可能将击落侵犯飞机作为最后手段。据瑞典晚报报道，瑞典国防部长帕尔约翰松于9月23日正式宣布，如果俄罗斯飞机侵犯瑞典领空，瑞典军方将毫不犹豫地将其击落。瑞典空军司令迈克尔·克拉森明确表示，处理程序将依次为识别、警告，最终开火击落。这一强硬表态正值波罗的海局势持续紧张之际。9月19日，3架俄罗斯米格31战机刚刚侵入爱沙尼亚领空12分钟，由意大利 F-35战机拦截驱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典在2022年申请加入北约前一直保持中立国身份长达200余年，如今态度发生180度转变，一改往日谨慎立场变得格外强硬。这种戏剧性的政策转变将对北欧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军事专家认为，瑞典此举标志着北欧国家集体告别中立时代，波罗的海将成为北约与俄罗斯军事对峙的最前线，擦枪走火风险显著上升。2. 美国情报显示，中国正在迅速扩大其民用驳船队，为入侵台湾做准备。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一份美国机密情报报告显示，中国正快速扩张其商业渡轮船队，用于军事改造，以运输坦克等重型装备。报告指出，2022年约30艘渡轮参加解放军演习，到2026年，这类大型船只可能超过70艘。美国情报界评估，习近平已设定2027年为解放军完成武统台湾全面战备的目标年。美方特别关注这些民用船只的军事化改造，并警告称他们可能成为潜在冲突的首批打击目标，这引发了关于攻击民用船只是否违反国际法的争议。与此同时，北京正向华盛顿施压，要求特朗普政府从不支持台独转向明确反对台独，试图在美国经济焦虑之际迫使其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向。这种双管齐下的军事准备与外交施压将对台海局势产生什么爆炸性影响？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将严重动摇整个印太地区盟友的信心，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和安全架构重组。3. 司法部应特朗普总统的要求起诉詹姆斯·科米。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于9月25日被正式起诉，罪名为向国会作伪证和妨碍国会，2项罪名最高可判5年监禁。起诉书指控科米在2020年9月参议院听证会上就 FBI 通俄门调查向媒体泄密一事作虚假证词。特朗普上周公开要求司法部长邦迪迅速起诉多名政治对手后，科米成为首位被正式起诉的前高官。值得注意的是，原首席检察官希伯特认定证据不足而驳回指控并辞职。白宫随即任命特朗普前私人律师哈利根接任，后者毫无检察官经验，却在就职3天内火速推动起诉。科米在视频声明中宣告无罪，并誓言抗争到底，对抗特朗普需要付出代价，但我们无法以其他方式生活。这种露骨的政治报复将对美国司法独立原则造成什么毁灭性打击？宪法学者警告，总统直接干预司法起诉开创危险先例，可能将美国司法系统彻底武器化为打压异己的工具，从根本上侵蚀民主制度的根基。4. 北约盟国现在可以击落跨越北约边界的俄罗斯战机。据法国《世界报》报道，9月9日至10日夜间，俄罗斯无人机入侵北约领空。9月19日，俄战机又侵入爱沙尼亚后，北约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改变军事态势，这标志着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真正转折点。北约决定修改高度保密的交战规则，该规则规定了遭受袭击时军事反应的框架和级别。通常情况下，任何军队都不会透露面临对手打击时的选择标准，因为这会削弱威慑力。但这次北约破例公开表态，目的正是为了劝阻俄罗斯继续冒险。9月26日，北约秘书长吕特明确表示，可能对俄机展示强硬态度。英法的外交官更在紧张会议上警告俄方已做好击落准备。俄罗斯驻法大使梅什科夫随即发出致命警告，
击落任何一架俄机都将导致俄罗斯与北约全面战争。从被动拦截到主动威胁击落，这种交战规则的根本性转变，会否将欧洲推向核战争的临界点？军事战略专家警告，北约此举打破了长达数十年的灰色地带默契。波罗的海上空任何误判都可能在数小时内演变为和大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人类文明面临空前风险。5. 前军情五处负责人承认英国误判了俄罗斯的策略，暗示英国可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据英国《每日新报》报道，前军情五处局长伊丽莎曼宁汉姆布勒女男爵于9月在上议院官方播客中震撼发声，公开赞同白宫前俄罗斯事务顾问菲奥娜·希尔博士今年6月的惊人判断：俄罗斯正在与我们交战。他列举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在英国境内实施的破坏活动、网络攻击、针对普京反对派的暗杀和毒杀事件。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战争，但敌意、网络攻击和物理攻击规模空前广泛。这位在2002至2007年任职的资深情报官员痛苦承认，2005年普京访英参加 G8 峰会时，英国寄望俄罗斯抛弃帝国历史，开启新篇章。但我们完全错了。仅1年后，普京就下令用放射性波210在伦敦毒杀已入英籍的前俄罗斯间谍利特维年科。近期丹麦机场遭俄无人机入侵，英国皇家海军与俄军舰在英吉利海峡对峙，更印证了他的判断。从满怀希望到公开承认可能已处于战争，这种情报高层的罕见表态将对英国民众心理和国家战略产生什么颠覆性冲击？安全专家警告，军情五处前局长打破禁忌，公开谈论战争状态，意味着英国政府可能正在为全面动员和升级对俄措施铺垫舆论。混合战争已悄然跨越临界点，英国社会需为随时可能到来的热战做好准备。6. 习近平寻求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以达成对华协议。据印度时报报道，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追求一项终极目标，让美国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以孤立台湾。习近平相信，在双方努力达成贸易协议之际，他能说服特朗普总统从不支持台独转向明确反对台独。北京正向华盛顿施压，要求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正是表明美国反对台湾独立作为中美达成经贸协议的条件之一。报道指出，习近平已为与特朗普政府1年中的高层接触做好准备，认为当前美国忙于经济问题，对乌克兰冲突忧心忡忡的形势尤其有利，可迫使华盛顿做出政治让步。这将意味着美国对华立场事实上的180度大转弯，严重打击台湾领导层的士气和政治地位。北京这种以经贸利益换取台海政策让步的策略，将对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造成什么致命威胁？国际关系学者警告，如果美国在台独问题上明确转向，将彻底动摇台湾的安全根基和整个印太地区盟友对美承诺的信心，可能引发台湾内部政治动荡和地区军备竞赛失控。7. 乌克兰使用国产无人机瞄准俄罗斯石油工业。据比利时晨报报道，8月以来，乌克兰恢复了暂停半年多的对俄炼油厂无人机袭击，3周内密集打击10几家大型炼油厂，导致4家完全停产，5家部分停工。俄罗斯损失超过 10% 炼油产能。8月2日凌晨，乌无人机同时袭击梁赞、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沃罗涅日州燃油基地和奔萨州通信设备工厂，多地发生连环爆炸，火光冲天。最具破坏性的是8月23日对诺瓦泰克乌斯季卢加港和俄第2大炼油厂的打击，导致俄国内汽油价格暴涨 50%， 出口被迫暂停。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明确表示，在俄军彻底停火前，将继续系统性打击涉及支持俄军作战的俄境内设施。随着乌国产火烈鸟导弹即将加入打击序列，俄能源基础设施面临更严重威胁，预计到年底可能失去 20% 产能。这种持续的能源战将对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和经济稳定产生什么摧毁性影响？能源安全专家指出，乌克兰精准打击俄石油工业正在切断俄军的经济命脉，如果炼油产能持续下降，将严重削弱俄军的作战补给能力，并可能引发俄国内社会动荡和对普京政权的不满情绪。8.
人工智能公司开发世界模型以实现超级智能。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顶尖 AI 公司正竞相开发世界模型技术，以实现通用超级智能突破。世界模型是一种能够理解和模拟物理世界运作规律的 AI 系统，可预测行动后果并进行复杂推理决策。2025年被业界称为 AI 智能体元年，这一技术正从增强知识向增强执行转变，推动人类决策和操作的高度自动化。OpenAI 的 OEO3 模型、微软智能体和 DeepSeek 3.1等前沿系统已展现出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重新定义企业生产力与人机交互模式。中国 AI 研发能力已居世界前列 ，AI 论文数量世界第一，专利申请世界第二，国内外大模型能力差距正被不断缩小。然而，专家指出，2025年随着后训练技术普及，模型准确性将显著提升，但幻觉问题仍需解决。这种能够理解和模拟现实世界的超级智能，将对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就业格局产生什么颠覆性冲击？人工智能伦理学者警告，世界模型一旦实现突破，可能带来失控风险。超级智能的决策透明度、可控性和潜在的自主意识问题，需要在技术狂飙突进前建立严格的全球监管框架。9. 全球联盟变化背景下，巴基斯坦与沙特阿拉伯达成安全协议。据巴基斯坦新闻报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9月17日在利雅得正式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约定第三方针对两国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这一突破性协议签署的背景极为敏感。9月9日，以色列对哈马斯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高层进行精准打击后，9月14日，阿拉伯伊斯兰紧急峰会刚讨论建立阿拉伯军事联盟。由于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外界普遍关注这是否意味着巴方将向沙特提供核保护伞。对此，沙特不具名官员回应，这是一项涵盖所有军事手段的全面防御协议。分析指出，这标志着中东地缘安全风险增加背景下，传统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沙特开始寻求多元化防务合作，对美国中东主导地位和印度地区影响力构成双重挑战。这种伊斯兰和大国与海湾富国的军事绑定，将对中东权力格局产生什么爆炸性重塑？地缘政治专家警告，沙特巴基斯坦防务同盟可能引发中东核扩散担忧，刺激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加速核计划，并促使以色列重新评估先发制人战略。中东陷入核军备竞赛的风险空前上升。10. 由于联邦监管滞后，各州针对人工智能心理健康应用制定了不同的法规。据加拿大新报报道，面对联邦政府监管缺位，美国各州正掀起 AI 心理健康应用立法潮。伊利诺伊州和内华达州已全面禁止使用 AI 提供心理健康治疗。犹他州要求治疗聊天机器人必须明确披露非人类身份并保护健康信息。德克萨斯州强制要求医疗提供者在将 AI 诊断信息录入病历前必须人工审核。2025年各州 AI 相关法案已超过780项，仅4个月就突破1000项大关，远超2024年全年的743项。这一立法狂潮源于 AI 治疗应用频繁提供不当甚至危险建议的事件激增。8月27日 CNN 报道称，多起 AI 聊天机器人给出自杀建议的案例震惊全美。然而，各州监管标准千差万别，导致企业合规成本飙升。加州、马萨诸塞州等6个州仍在推进新法案。美国医学会6月9日警示，各州分散立法虽填补联邦空白，但造成监管碎片化困境。这种联邦缺位、各州混战的监管乱局，将对 AI 医疗创新和患者安全造成什么长期损害？医疗 AI 伦理学者指出，缺乏统一联邦标准将导致监管套利现象，企业可能选择最宽松州注册而向全美提供服务，最终受害的是缺乏保护的脆弱患者群体。急需建立全国性监管框架，平衡创新与安全。11. 瑞典考虑发展核武器。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瑞典国内正在激烈讨论是否应重启核武器研发计划。这一话题在政界引发广泛争论。瑞典外交政策研究所安全专家指出，斯德哥尔摩面临3个选择，
单独研发核武器，与新加入的欧洲北约盟友合作开发，或继续依赖北约核保护伞。然而，瑞典科学家和专家对本国能否独立完成核武开发表示严重怀疑。尽管瑞典目前拥有6座核电站，但均建于40多年前，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天文数字般的投资。这一争论正值波罗的海局势持续紧张之际。9月，俄军战机和无人机频繁侵入北约领空。值得注意的是，瑞典曾在1945至1972年秘密推进核武器计划，最终因成本高昂和国际压力而放弃，并于2024年4月正式加入北约，结束200余年中立国身份。从和平中立到考虑重启核武，这种戏剧性转变将对北欧乃至欧洲核不扩散体系产生什么颠覆性冲击？核安全专家警告，如果瑞典、德国等欧洲国家开启核武竞赛，将彻底摧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性，引发全球性核扩散、多米诺骨牌效应，人类文明面临核末日风险。12. 印度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10月1日启动贸易协定，承诺投资1000亿美元。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EFTA 于2024年3月10日签署的贸易和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IPA 将于2025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这项历经16年21轮马拉松谈判的协定具有里程碑意义。EFTA 4国瑞士、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承诺未来15年向印度投资1000亿美元，涉及医药、机械制造等领域，并创造100万就业机会。作为交换，印度将取消 EFTA 国家工业品的大部分关税。协定签署时机极为敏感，正值特朗普政府不断推出严厉关税措施背景下。印度总理莫迪于2月28日宣布，力争年内与欧盟达成自贸协定。5个月内，双方已举行10场会议，加速谈判进程。印度外长苏杰生6月表示，双方取得非常良好进展，年底完成谈判非常可行。这种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印欧加速靠拢的趋势，将对全球贸易格局和地缘经济秩序产生什么深远重塑？国际贸易专家指出，印度与欧洲的贸易联盟将削弱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推动全球经济多极化进程，并可能促使更多国家寻求绕开美国，建立替代性贸易网络。13. 欧洲国家呼吁加强欧盟芯片法案，以促进半导体产业发展。据欧盟委员会数字战略官网报道，54名欧洲议会议员于3月24日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紧急敦促推出欧盟芯片法案 2.0 秒，针对人工智能芯片等技术差距领域加大投资力度。议员们在信中警告，近期地缘政治发展表明，欧洲不能再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能持续获得先进技术。这一呼吁源于2023年9月生效的欧洲芯片法案执行不力。该法案原本计划调动430亿欧元投资，目标到2030年将欧盟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从 10% 提升至 20%， 并实现2纳米先进制程本土生产，但目前来看难以达成既定目标。2023年11月，欧盟正式启动芯片联合计划作为主要实施机制。然而，面对美国 CHIPS 法案、中国半导体扶持政策、日本国家半导体计划的全球竞争，欧洲芯片制造持续下滑的长期趋势尚未扭转。这种在全球芯片战中节节败退的态势，将对欧洲技术主权和经济竞争力造成什么致命削弱？半导体产业专家警告，如果欧盟无法在2纳米先进制程上实现突破，将在人工智能时代被彻底边缘化，丧失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话语权，沦为技术殖民地。14. 摩尔多瓦投票支持欧洲一体化，拒绝俄罗斯影响。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摩尔多瓦9月28日举行议会选举，亲欧盟的执政党行动和团结党 PAS 以50%2% 的票率取得决定性胜利，击败了获得24%2% 选票的亲俄爱国选举集团。这场被视为在欧洲轨道还是转向莫斯科之间的明确选择的关键投票，再次确认了摩尔多瓦坚定的入欧路线。此前2024年10月20日，摩尔多瓦已举行加入欧盟修宪公投，尽管以微弱优势通过，但期间遭遇大规模俄罗斯干预指控，包括贿赂投不同意票的选民。
摩尔多瓦在2022年3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正式提交入盟申请，同年6月获得候选国资格。2023年12月，欧洲理事会宣布将与其展开入盟谈判。从公投修宪到议会选举连续胜利，摩尔多瓦这个夹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之间仅有260万人口的前苏联小国，正在俄罗斯的猛烈施压下一意孤行地向西转向。这种在俄罗斯后院公然倒向欧盟的选择，将对俄罗斯在东欧的地缘影响力造成什么致命削弱？东欧地缘政治专家警告，摩尔多瓦的成功脱俄入欧将产生多米诺效应，激励格鲁吉亚等其他前苏联国家加速西向，彻底瓦解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概念，并可能引发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冒险行动。15. 美国宇航局局长提议10年内实现月球村和火星建设进展。据英国科技媒体注册报道， NASA 代理局长肖恩·达菲于9月29日在悉尼国际宇航大会 IAC 上宣布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如果美国太空战略成功，10年内将在月球上建立村落。达菲在与中国、日本等国航天局长同台的会议上强调，特朗普万斯政府2026财年预算提案将为月球探索拨款超过70亿美元，并为火星项目新增10亿美元投资，实现同时进行月球和火星探索。这一提议背景是 NASA 的阿尔特弥斯计划进展缓慢，监察长已表示当前时间表不切实际，并将继续推迟。2024年12月 NASA 发布的可持续火星科学计划规划报告为未来20年2024到2044火星无人探测活动提供指导。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深空探测正快速推进，美媒评论中国火星任务让美国望尘莫及， NASA 至少落后4年。从阿波罗登月到火星殖民梦想，这种10年建成月球村的承诺，能否在中美太空竞赛白热化中真正兑现？航天战略专家指出， NASA 面临资金不足、技术瓶颈和政治周期3重挑战，10年月球村目标更像政治宣传而非现实规划。中国航天的稳步推进正在改写太空探索的世界秩序。16. 吸入甘肃为严重呼吸道感染带来希望。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官网报道，一项由该校联合伦敦国王学院领导的国际研究于9月29日发表在《柳叶刀》子刊，证实传统用于治疗血栓的甘肃药物通过吸入方式可将严重 COVID-19 患者的呼吸机使用需求降低 50%， 并显著降低死亡风险。这项涉及6个国家近500名住院患者的研究显示，甘肃除了抗凝血作用外，还具有抗炎和广谱抗病毒特性，直接作用于肺部，可改善呼吸和氧气水平。研究负责人范哈伦教授强调，我们知道下一次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这是我们的重要武器。该药物价格低廉且全球广泛可及，研究人员认为它不仅对 COVID-19 有效，还可能用于对抗肺炎等其他由病毒或细菌引起的严重呼吸道感染，特别是对免疫系统受损的患者帮助巨大。团队正在开发专门用于吸入的改良甘肃配方，这种将常见廉价药物重新用途的创新疗法，能否在下次全球疫情中拯救数百万生命？公共卫生专家指出，吸入甘肃的3重作用突破为资源匮乏地区提供了可及性极高的救命方案，可能彻底改变全球应对呼吸道大流行的策略，但需要在更大规模人群中验证长期安全性。17. 中国100万年前头骨挑战人类进化论。据爱尔兰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拟细菌研究员团队于9月26日在科学杂志发表重磅研究，对1990年在湖北云县出土的距今约100万年前云县人2号头骨化石重新分析后，揭示出与神秘古人类丹尼索瓦人密切相关的新演化支系龙人 Homo longi， 彻底改写了人类家谱。这件严重破碎变形的头骨经数字重建后，发现脑容量超过1100毫升，并非此前认为的直立人，而是龙人支系的早期代表。最颠覆性的发现是，现代人、尼安德特人与这一亚洲古人类支系的分化时间被大幅推前至约100万年前，远超此前学界认为的60万年共识。研究表明，龙人可能在约95万年前与丹尼索瓦人分化，后者曾广泛分布于亚洲，并与现代人发生基因交流。
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土著人群体内至今仍保留其遗传印记。这一发现将人类演化时间线向前推进40万年，挑战了传统非洲起源说的核心假设。这种在中国本土发现的古老人类新支系，将如何重塑我们对人类起源和全球扩散路径的根本认知？古人类学家警告，龙人的发现意味着人类演化远比想象复杂。东亚可能是人类演化的另一个重要中心，而非仅仅是走出非洲后的迁徙目的地。这将引发对人类起源理论的全面重新评估。18. 人工智能工具可在手术过程中准确区分胶质母细胞瘤和类似的脑癌。据哈佛医学院官网报道，该校领衔的研究团队于9月26日开发出名为 Picture 的 AI 工具，能在脑肿瘤手术过程中实时区分胶质母细胞瘤和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准确率超过 98%， 显著优于人类病理学家和其他 AI 模型。这两种脑癌在显微镜下外观极其相似，但起源、发展和治疗方式截然不同。胶质母细胞瘤源自神经胶质细胞，需要广泛手术切除加靶向治疗，而淋巴瘤起源于淋巴组织，对放化疗反应更好，且手术收益甚微。该 AI 系统通过分析数千张活检图像和基因数据训练而成，并在《自然医学》杂志发表研究论文。此前，哈佛团队还开发了能预测儿童脑瘤复发风险的 AI 工具，准确率达 75%到 89%。传统上，术中区分这两种癌症需要数天等待完整病理报告，但 Picture 可在几秒钟内给出临床报告，帮助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做出实时治疗决策。这种术中 AI 诊断革命将对脑癌患者的生存率和预后产生什么颠覆性提升？神经外科专家指出，实时精准诊断将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创伤和错误治疗方案，大幅提高患者生存率，标志着脑肿瘤诊疗进入秒级精准决策新纪元，但仍需在更多医疗中心进行大规模临床验证。19. 新研究揭示多年菌素抗生素如何破坏革兰氏阴性菌的防御能力。据有趣工程网站报道，最新研究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技术揭示了多年菌素这一最后防线抗生素的精确作用机制。多年菌素是一种魔靶向脂肽类抗生素，通过与革兰氏阴性菌外膜上的脂多糖相互作用，破坏细菌外膜结构并导致细菌死亡。这类抗生素于20世纪50年代上市后，因不良反应多而淡出。但近年来，随着耐药革兰氏阴性杆菌形势日趋严峻，重新回归临床，成为治疗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近70万人死于耐药细菌感染，预计到2050年，全球每年死亡人数将超过1000万，比肩癌症死亡人数。2024年，美国感染病学会发布的耐药革兰氏阴性菌治疗指南将多年菌素列为关键治疗药物。然而，研究人员指出，受限于生物化学和结构生物学手段，目前对多年菌素药理机制的认识还不充分，限制了新一代药物开发。这项突破性的分子机制研究将为对抗超级细菌威胁开辟什么新路径？抗菌药物专家警告，多年菌素耐药性已在全球出现，如果不能基于机制研究开发新型抗生素，人类可能重返前抗生素时代，简单感染也可能致命。急需加速新药研发和合理使用抗生素。20. 中国国家安全部崛起为网络强国。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中国国家安全部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正迅速扩张，成为全球网络安全格局中的关键力量。报道指出，国安部通过整合情报收集、反间谍和网络防御能力，已建立起涵盖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数据安全监管和反黑客攻击的完整体系。近年来，中国相继出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框架，强化了国家层面的网络主权概念。西方情报机构评估显示，中国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在过去5年显著提升，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驱动的威胁检测和量子加密通信领域取得突破。2025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警告称，俄罗斯 App 的28等黑客组织持续攻击西方目标。而中国网络防御体系的成熟度正在重塑全球网络空间的权力平衡。国安部的网络能力扩张引发西方国家对技术脱钩和数字主权竞争的深度焦虑。
这种网络安全国家力量的崛起，将对全球数字治理秩序和技术标准制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网络安全专家指出，中国网络防御能力的提升将推动全球网络空间多极化，挑战美国长期主导的互联网治理体系，可能引发技术标准分裂和网络冷战加剧。各国需在竞争与合作间寻找平衡。21. 谷歌新开发者规则威胁其他应用商店。据德国科技媒体 Heise 报道，开源应用仓库 F-Droid 于9月29日发出严厉警告，谷歌新推出的开发者注册规定将于2026年9月起分阶段实施，要求所有安卓应用必须与经政府身份证件验证的已注册开发者身份绑定，并将应用标识符及签名密钥直接上报谷歌。这意味着，即便是非 Google Play 平台的应用，也需遵循该规则。谷歌成为安卓应用验证的核心机构。F-Droid 运营15年来，仅托管3000款免费开源应用，专注于保护隐私并剔除追踪器和广告，与拥有数百万应用和数十亿用户的 Google Play 规模相去甚远。F-Droid 明确指出，正如我们目前所知，这项规定将终结 F-Droid 项目及其他免费开源应用分发渠道的运营。该团队强调，相较于多次出现恶意应用的 Google Play， 开源模式具备更高透明度。更令人担忧的是，该政策可能使安卓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封闭。这种打着安全旗号的垄断行为，将对全球开源软件生态和用户自由选择权造成什么毁灭性打击？反垄断专家警告，谷歌此举本质是利用技术手段强化市场支配地位，将摧毁安卓开放的核心价值。欧美监管机构应立即介入调查，否则将开创科技巨头扼杀竞争对手的危险先例。22. 五角大楼加大导弹产量以应对中国威胁。据比利时晨报报道，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五角大楼于9月29日正寻求加速增加导弹及12个关键武器系统的产量，以防在库存不足情况下与中国发生潜在冲突。这一紧急扩产计划背景是美国军方评估显示，2025年上半年陆军训练弹药缺口已达 20%， 迫使演习转向模拟模式，与2010年代自给率 95% 形成鲜明对比。更严峻的是，中国对锑等关键原材料的出口管制初见成效，美军被迫转向澳大利亚或俄罗斯采购，但产量仅为中国1/10%，且纯度不足，需额外净化，成本激增 18%。锑替代品虽可临时使用，但会使弹药保质期从10年降至5年，高温环境失效率提升 10%。美国陆军化学实验室2025年3月测试证实新配方稳定性差。然而讽刺的是，五角大楼9月5日起草的最新国防战略却建议优先保护美国本土和西半球安全，而非继续将重点放在应对中国。这种一边扩军备战，一边战略收缩的矛盾姿态，反映出美国军事霸权面临什么深层危机。军事战略专家指出，美国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暴露结构性弱点，即便扩产也无法短期内解决原材料困境。中国的反制措施正在釜底抽薪，削弱美军战争潜力。五角大楼的焦虑恰恰证明中国已握有战略主动权。23. 基因治疗为亨廷顿舞蹈症患者带来希望。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生物制药公司 uniQure 于9月24日公布其基因疗法 AMD130 在关键 IEI7 临床试验中为期3年的数据远超预期，为这一致命性遗传疾病带来曙光。亨廷顿舞蹈症由4号染色体 HTT 基因 CAG 重复序列过度扩增引起，患者会出现舞蹈样动作、认知下降和精神症状。全球超20万患者，中国约3万人，但目前全球尚无任何能延缓病情或针对病因的有效药物。该基因疗法已获 FDA 突破性疗法认定、再生医学先进疗法、孤儿药及快速通道等资格。公司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提交上市申请。此外，上海交大蔡宇佳团队2月在自然纳米技术发表突破性研究，开发出 RAD 递送工具，实现神经元特异性基因编辑。暨南大学延森团队首次将 CRISPR-Cas9Rx 系统应用于大动物模型治疗。上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曾预测10年内攻克该病，但罗氏等国际巨头在过去10几年进进出出均以失败告终。
这种多管齐下的基因治疗突破，能否终结亨廷顿患者数十年的绝望等待？神经遗传学专家指出，基因疗法若成功上市，将开创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新纪元。但长期安全性、拖把效应和高昂成本仍是制约大规模应用的关键瓶颈，需要建立患者可及性保障机制。24. 欧洲自然资源面临气候变化和污染的威胁。据希腊金融报报道，欧盟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欧盟气候行动进展报告显示，尽管欧盟温室气体排放创下数十年来最大降幅，但气候变化和污染对欧洲自然资源的威胁持续加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2023年3月发布的第6次评估综合报告《气候变化2023》以近8000页篇幅，汇集全球近800名顶级气候科学家研究成果，警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不断上升造成的变暖正导致毁灭性后果。报告指出，欧洲面临森林退化、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多重危机，气候状况持续恶化。欧盟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至少 55%， 并推出欧洲绿色协议转型一揽子提案，涉及气候、能源、土地利用、交通和税收政策。然而，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战略规划指出，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正威胁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拯救生命和保护资源的预报信息需求空前迫切。这种气候危机与经济发展的尖锐矛盾，将对欧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造成什么根本性冲击？气候政策专家警告，欧洲虽在减排方面领先全球，但单边行动无法阻止全球变暖趋势。如果中美等主要排放国不大幅减排，欧洲的努力将杯水车薪，人类文明面临不可逆转的生态崩溃。25. 朝鲜和中国外长同意深化关系并抵制美国的影响。据英国独立报报道，半岛电视台9月29日披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于9月28日在北京举行会谈，承诺在国际事务中共同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这一表述明确暗指两国与美国之间的对抗。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此次会谈发生在数周前金正恩访华之后。9月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陪同众多政要乘专列抵达北京。9月3日约8时18分，金正恩到达天安门，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大会。这是金正恩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华，标志着中朝关系在美国印太战略压力下重新升温。同时，美韩2024年11月举行的2+2外长防长会议强化军事同盟，并将韩国定位为全球关键国家，直接针对朝鲜核威胁。这种在东北亚形成的中朝对美韩两大阵营对峙格局，将把半岛推向什么样的危险边缘？东北亚安全专家警告，中朝战略协作深化将强化地区军事对抗态势，可能刺激日韩加速核武装讨论，并推动美国在第一岛链部署更多进攻性武器。半岛核危机和军备竞赛失控风险急剧上升。26. 新算法将地面望远镜图像锐化至太空质量清晰度。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官网报道，南京大学联合华南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等单位于2025年2月21日在《自然天文学》发表重磅研究，基于深度学习与回归限制相结合的思想，提出了新的可保持天文观测图像精度的降噪方法。该技术能将地基望远镜受大气湍流干扰的模糊图像锐化至接近太空望远镜的质量清晰度，同时成功应用于太阳和夜天文观测数据。研究团队开发的算法在保证观测数据精度的前提下，大幅提升了信噪比，突破了长期困扰天文观测的大气扰动难题。随着地基和天基天文望远镜的发展，天文学已进入多信使时代，而中国近年来在天文学等基础学科领域投入大量资源。这项突破意味着无需发射昂贵的太空望远镜，地面观测设施通过 AI 算法就能获得媲美哈勃的图像质量，观测成本可能降低数十倍。这种颠覆性的图像处理技术将对全球天文观测格局产生什么革命性影响？天文技术专家指出，
该技术将大幅降低天文观测门槛，使中小型研究机构也能获得顶级观测数据，可能催生新一轮天文发现浪潮，但需警惕 AI 处理引入的系统性偏差影响科学结论。27，普京下令秋季征兵13.5万俄罗斯人。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于9月29日签署2025年秋季征兵令，计划从10月1日至12月31日征召13.5万名18至30岁尚未进入军事储备的俄罗斯男性公民。法令同时规定，服役期满的士兵应予以退役。这一征兵规模延续了俄罗斯的常规做法。此前，2025年春季征兵令于3月31日签署，征召16万人，时间为4月1日至7月15日。俄罗斯国防部特别强调，应征公民不派往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及扎波罗热的俄军驻地。然而，外界注意到，尽管俄方宣称这是常规征兵，但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军已采取春秋两季各征16万和13.5万的固定模式，累计每年补充约30万兵力，远超战前水平。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大量招募合同兵，并从中亚国家吸纳雇佣军。这种常规征兵掩盖下的持续大规模动员，将对俄罗斯社会和战争潜力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军事人力专家警告，俄罗斯通过切香肠式征兵避免引发社会恐慌，但每年30万的补充规模意味着前线伤亡惨重。如果战争持续到2027年，18到30岁男性将面临征兵枯竭危机，俄罗斯经济和人口结构将遭受不可逆的打击。28，俄罗斯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已被公台。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一批俄罗斯与中国内部文件和采购合约显示，俄方已展开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供应先进空降特种作战装备，数量和项目至少足以支撑一个营，俄方并提供人员训练、改装等服务。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自俄罗斯引进的远航 Danalyet 特种降落伞系统，由国营企业俄罗斯技术集团开发，标榜是全球第一个能自大气平流层海拔高度1万米以上投放人员实施远距滑翔的降落伞系统。专家分析，相关合作特别有助解放军提升夺岛作战能力。此外，路透社检阅的文件显示，2025年第二季度，中国易电航空向俄罗斯 TSK Vector 开出超过500万元人民币账单，用于配备反干扰设备的 A200 无人机。中国专家还在第三季度赴俄参与 GA-21新型无人机研发。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评估，中国已成为俄罗斯军事供应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种中俄军事技术深度合作，特别是针对台海夺岛能力的提升，将对印太安全格局产生什么爆炸性冲击？军事战略专家警告，俄罗斯向中国输送高空渗透和特种作战技术，显著提升解放军斩首战术能力。台湾防空系统面临新型威胁，美日需重新评估协防台湾的成本和风险。台海军事平衡正在被打破。29，斯托尔滕贝格的书揭露特朗普威胁将挪威驱逐出北约。据挪威广播公司报道，前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在新书中披露，2020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将挪威驱逐出北约，理由是挪威未达北约2%的国防预算目标。斯托尔滕贝格回忆，特朗普在私下会谈中态度强硬，警告挪威若不增加军费，将面临被踢出风险。挪威随后于2021年承诺增加10亿克朗防务预算，以缓和矛盾。背景来看，特朗普自2018年北约峰会起频频批评盟友搭便车，曾公开质疑北约价值，令盟友关系紧张。此事件暴露其一意孤行的领导风格，使北约内部裂痕格外凸显，这将对北约未来团结造成何种深层隐患？专家分析，特朗普的威胁可能动摇北约信任基础。若类似事件重演，恐削弱联盟稳定，威胁全球安全格局。30 Windows 开始菜单链接可能很快会在您的默认浏览器中打开。据个人电脑世界报道，微软计划于2025年底更新 Windows 11，允许开始菜单中的链接在用户默认浏览器中打开，而非强制使用 Edge 浏览器。此调整源于用户对 Edge 霸道推广的长期不满。微软已在2025年测试版中实施该功能。2024年
欧盟因反垄断压力要求微软改进用户选择权，促使此变化。历史上，微软自2015年 Windows 10发布以来，多次因强制推广 Edge 引发争议。此次调整被视为对用户和监管的双重妥协，这会对微软的市场声誉带来何种转机？专家表示，此举可能缓解用户不满，重塑微软形象，但若执行不力，恐难平息对垄断行为的质疑。31，台湾面临将一半芯片生产转移到美国以寻求保护的压力。据 Ars Technica 报道，2025年9月，台湾半导体产业面临美国施压，要求将其约50%的芯片生产能力转移至美国，以换取军事和经济保护。美方认为此举可降低对台湾供应链的依赖，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台湾半导体巨头台积电尚未公开回应，但内部评估显示转移成本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背景来看，2022年以来，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推动本土芯片制造，试图削弱中国大陆在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力。而台湾作为全球芯片生产中心，长期处于美中博弈焦点，此压力凸显台湾在全球科技战中的孤立处境。这将如何改变全球半导体格局？专家指出，生产转移可能削弱台湾经济核心竞争力，同时推高全球芯片成本，影响科技产业稳定性。32，NVIDIA 首席执行官敦促美国在 AI 芯片开发方面与中国竞争。据 PC 电脑玩家报道，2025年9月，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公开演讲中敦促美国加速 AI 芯片开发，已在全球技术竞赛中超越中国。他警告，中国在 AI 芯片领域的投资已达数百亿美元，威胁美国技术主导地位。黄仁勋呼吁美国政府加大对 AI 产业的补贴和研发支持。背景分析，2023年以来，中美在 AI 技术领域的竞争白热化，美国已通过多项法案限制中国获取高端芯片。此言论凸显 NVIDIA 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也反映其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势立场。这会对中美科技战带来何种新变数？专家分析，若美国加速 AI 芯片布局，可能加剧中美技术脱钩，短期推高成本，长期重塑全球科技秩序。33，两种药物组合有效，针对慢性伤口中的细菌。据优瑞科报道，2025年9月，澳大利亚研究团队发现，两种现有药物万古霉素和贝塔内酰胺类抗生素的组合，可有效杀灭慢性伤口中90%以上的耐药菌。研究在9月25日发表于《自然》子刊，显示该组合对糖尿病足溃疡等慢性感染有显著疗效。背景来看，全球每年约5000万人因慢性伤口感染面临截肢风险，耐药菌问题自2010年代起日益严重。此发现为患者带来希望，挑战了抗生素研发停滞的困境。这将如何改变慢性伤口治疗的前景？专家表示，该疗法若通过临床试验，可大幅降低截肢率，革新抗感染治疗，但需警惕耐药菌进一步演变。34，OpenAI 将即时购买功能集成到 ChatGPT， 挑战电商巨头。据财富杂志报道，2025年9月，OpenAI 宣布将即时购买功能集成到 ChatGPT， 允许用户通过对话直接在 Etsy 和 Shopify 等平台下单。此功能利用 ChatGPT 的5000万周活跃用户，旨在颠覆传统电商模式，直接挑战亚马逊等巨头。OpenAI 通过 AI 代理实现无缝支付，简化购物流程。背景分析，2023年以来 ，OpenAI 不断扩展 ChatGPT 功能，从文本生成到图像处理，如今进军电商，凸显其商业野心。此举与亚马逊2024年推出 AI 购物助手的竞争针锋相对，这会对传统电商格局造成何种冲击？专家认为 ，ChatGPT 的即时购买功能可能重塑消费者习惯，但若隐私保护不足，恐引发信任危机，限制其市场渗透。35，乌克兰监察员表示，俄罗斯退出反酷刑公约，证实酷刑是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2025年9月，乌克兰人权监察员德米特罗·卢比涅茨表示，俄罗斯退出欧洲反酷刑公约，证明克里姆林宫将酷刑作为国家政策。卢比涅茨指出，俄军在乌克兰战俘营的虐待行为已达系统性水平，
2024年记录超500起酷刑案例。俄罗斯于2023年宣布退出公约，引发国际社会谴责。历史回顾：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乌冲突加剧，俄方人权问题屡受批评，此举使俄罗斯在国际人权领域格外孤立，这将对其全球形象造成何种损害？人权专家表示，俄罗斯此举可能导致进一步制裁，削弱其外交影响力，加剧与西方的对立。36. 简单的血液测试可以预测严重肝病的风险。据优瑞科报道，2025年9月，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简单血液测试，可通过检测特定生物标记预测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NAFL 的恶化为严重肝病的风险。研究于9月20日发表于《柳叶刀》，显示测试准确率达 85%， 覆盖1000万潜在患者。背景来看 ，NAFL 的全球患病率自2010年以来激增 30%， 成为肝硬化主要原因。此发现挑战了传统昂贵影像诊断的局限，为早期干预提供希望。这将如何改变慢性肝病的管理方式？专家指出，该测试若普及，可大幅降低医疗成本，提高患者生存率，但需进一步验证其长期可靠性。37. 特朗普授权乌克兰深入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2025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元武器深入俄罗斯境内打击军事目标，标志着俄乌冲突升级。乌克兰军方9月25日起使用战斧导弹攻击俄军设施，造成至少20处目标受损。背景分析：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逐步加大对乌军援，2024年援乌资金达500亿美元。特朗普此举打破其竞选时快速停战承诺，凸显其政策反复，令俄美关系格外紧张。这会对俄乌冲突的未来走向产生何种影响？军事专家警告，此举可能引发俄罗斯报复，扩大冲突规模，甚至威胁全球安全稳定。38. 特朗普对外国电影征收100%关税。据太阳哨兵报报道，2025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外国电影征收100%关税，旨在保护美国影视产业。政策自10月1日起生效，预计将影响好莱坞进口的欧洲和亚洲电影，导致票价上涨 30%。背景来看，特朗普自2018年起推动保护主义，2024年对外国商品加征高关税，此次延伸至文化领域，引发业界强烈反对。此举使美国在全球文化市场格外孤立，这将对全球影视行业造成何种深远冲击？文化经济学家表示，高关税可能削弱美国电影市场多样性，推高消费者成本，并引发国际报复性措施。39.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通过自动化编码任务彻底改变了软件工程。据多伦多星报报道，2025年9月，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正通过自动化编码任务重塑软件工程行业。工具如 GitHub Copilot 和 Claude 3无可生成代码，调试错误并优化算法，开发效率提高 30%。例如，2024年，初创公司 Bond 仅用1天通过 AI 氛围编码完成应用原型。背景分析：2023年 ChatGPT 发布后，AI 编码工具激增，但引发程序员失业担忧。此前，软件开发需数月手工编码，如今 AI 可在7分钟内完成简单程序，成本不到1美元。此变革凸显技术进步与职业安全的矛盾，这会对程序员的未来角色产生何种深远影响？专家预测， AI 将使初级程序员更依赖工具，但高级开发者的创造性需求将持续，推动行业向人机协作新模式转变。40. 乌克兰将向美国、欧洲、非洲和中东出口武器。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2025年9月，乌克兰宣布将向美国、欧洲、非洲和中东出口武器，总值预计达20亿美元。乌克兰国防工业自2024年起大幅扩产，新增50家军工厂，重点生产无人机和远程导弹。背景来看，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武器需求激增，迫使其自研并出口。此举挑战俄罗斯传统军火市场地位，凸显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中的新角色。这将如何重塑全球军火贸易格局？军事专家表示，
乌克兰出口扩张可能削弱俄罗斯市场份额，但供应链压力和地区冲突风险恐限制其长期竞争力。41，科学家发现 3I Atlas 星际物体比之前认为的更大，质量更大。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2025年9月，天文学家发现星际物体 3I Atlas 直径达200公里，质量比此前估计高 50%， 可能为彗星或小行星。哈佛大学团队通过智利 Atlas 望远镜于9月15日确认其异常轨迹，推测其来自另一恒星系。2017年首颗星际物体奥莫莫发现后，3I Atlas 进一步点燃科学界对星际访客的兴趣。此发现挑战了传统天体分类，凸显宇宙探索的未知领域。这将如何改变我们对星际物体的认知？天文学家认为 3I Atlas 可能揭示太阳系外物质构成，推动星际探测技术发展，但需更多数据确认其起源。42，以色列接受白宫加沙和平计划。据瑞典电视台报道，2025年9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接受白宫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意于10月1日起停火，并释放50名人质，以换取巴勒斯坦囚犯。计划由美国总统拜登于2024年提出，旨在结束2023年10月爆发的以哈冲突。历史回顾：2014年加沙战争后，多次停火协议均告失败。此次协议因国际压力而达成，凸显以色列在外交上的妥协。这会对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何种转机？外交专家表示，停火若持续，可能促进区域稳定，但巴以深层矛盾恐使和平进程脆弱不堪。43 OpenAI 计划推出类似 TikTok 的 AI 生成视频应用程序。据 Engadget 报道，2025年9月，OpenAI 计划推出一款类似 TikTok 的 AI 生成视频应用，用户可通过文本提示生成短视频，预计2026年初上线。此举基于其 Sora 模型，2024年已展示生成逼真视频的能力。背景分析 ，TikTok 自2020年起主导短视频市场。OpenAI 此举挑战其霸主地位，凸显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野心。这将如何改变短视频行业的竞争格局？科技专家预测 ，AI 生成视频可能降低创作门槛，但若内容监管不力，恐引发虚假信息泛滥，损害平台信誉。44，特朗普政府扩大对中国企业的出口管制。据金融时报报道，2025年9月，特朗普政府宣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企业的出口管制，新增50余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限制其获取美国 AI 芯片和半导体技术。措施于9月25日生效，针对华为、中芯国际等企业的子公司，旨在遏制中国军事现代化。2024年，美国已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加强技术限制，此次加码凸显特朗普经济优先的强硬立场，与2018年首次对华为失限形成鲜明对比，显示政策持续升级。这将如何影响全球科技供应链？专家警告，管制可能推高全球芯片价格，迫使中国加速自研技术，但短期内恐加剧中美科技脱钩。45 Anthropic 发布 Claude Sonnet 4.5， 一款适用于生产及应用程序的 AI 模型。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2025年9月，Anthropic 发布 Claude Sonnet 4.5， 专为生产及应用设计，性能较 Claude 3.5提升 20%， 在编码和数据分析任务中表现卓越。该模型于9月20日向企业用户开放，支持多语言处理和实时网络搜索。背景分析 Anthropic 自2023年起专注 AI 安全，此次发布挑战 OpenAI 的 GPT-5， 凸显其在全球 AI 竞赛中的雄心。这会对企业 AI 应用市场带来何种变革？专家表示 ，Claude Sonnet 4.5可能加速企业自动化，但其高成本可能限制中小企业的采用。46中国在联合国倡议全球治理改革。据多伦多星报报道，2025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全球治理改革倡议，呼吁建立公平多极化国际秩序，重点改革国际金融和气候治理规则。习近平9月24日通过视频强调全球南方合作，反对美国单边主义。2012年，中国首次在联合国推动类似倡议，
此次重提凸显其对抗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决心，这将如何重塑全球外交格局？外交专家认为，中国倡议可能增强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但西方国家抵制恐使其效果受限。47，加州州长签署人工智能安全法规成为法律。据美联社报道，2025年9月，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签署 SB 1047法案，将 AI 安全法规正式写入法律，自2026年1月生效。法案要求 AI 公司在开发高风险模型时进行安全评估，并强制披露数据来源。2024年，类似提案因科技巨头反对受阻。此次通过显示加州在 AI 监管上的领先姿态，这将如何影响美国 AI 产业的创新与安全平衡？专家指出，法案可能提高开发成本，限制初创公司，但长期有助于建立用户信任，规范行业发展。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了，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